把工作单位开成养鸡场，把机关整成现代版青楼的官员，你见过吗？曾拥有47位情妇，更将20名夜总会按次收费的情人安置于事业单位，并借此机会为他们谋求晋升。民间送他外号“双料局长”，并给他编了一段顺口溜：钟局长日日忙，忙日日，白天澳门忙，晚上做新郎。这短短的一句话背后隐藏的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走出来的大学生在权力巅峰时期极度荒淫、极度贪婪的扭曲图景。他不仅毁了自己的前程，更像是一个病毒，毒害了整个珠海工商系统的政治生态，让神圣的行政机关变成了他个人的后花园。大家好，我是微笑，先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策马扬鞭，马上有钱，过上这位局长活色生香的舒坦日子。他就是原广东省珠海市工商局局长钟维顺。2001年5月23日上午9点，一场备受关注的庭审拉开了帷幕。法庭上，一位两鬓斑白、神色憔悴的中年男人被押上法庭。一向光鲜亮丽的钟维顺，此刻却套上了一身破旧长袖，脚踩塑料拖鞋，显得落魄且潦倒。这双廉价的拖鞋和他昔日在澳门赌场里随手掷下数万元筹码时的意气风发相比，显得讽刺到了极点。当年那个在金鼎镇基层走街串巷、意气风发的年轻干部，最终还是被自己亲手挖掘的贪欲深渊给吞没了。站在审判席上，钟维顺低着头，不愿面对周围不断闪烁的摄像头。身后的观众席座无虚席，有人发出惊呼，他苍老了许多。当公诉人逐一罗列钟维顺的一系列罪名时，这个失魂落魄的中年男人抬起头，眼中却不见一丝悔意。他狡辩道：我知道我的人格并不值钱，但我愿意拿我的人格担保，我绝对没有收受这份贿赂。钟维顺此言一出，知情的人无不暗骂他狡猾无耻。一个已经把灵魂抵押给魔鬼，把权力当成筹码的人，竟然还在法庭上兜售他那早已一文不值的人格。这种表演式的抗辩不仅无法洗清他的罪孽，反而像是一场滑稽的谢幕演出。昔日权力在握的高官因为贪念锒铛入狱，而他非但没有表现出悔改之意，还企图推卸责任来洗脱自己的罪名。那么钟维顺到底是谁？他又做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情呢？在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年，钟维顺沐浴着祖国的恩泽，在广东省新会市出生了。钟维顺的家庭称不上大富大贵，但很幸运的是，他有一个聪明的头脑。从小学到高中，他的成绩一直是出类拔萃，并且以很不错的分数成功考入了重点名校中山大学。那时的钟维顺还是一个热情开朗的少年，他感觉整个世界都在他面前敞开了大门，正等着他去大展拳脚呢。可以说，钟维顺出生在了一个最好的年代。大学毕业之后，他就被分配到了珠海市的金鼎镇，成为了当地的一名基层干部。他带着全身心的热情投入工作，在这片土地上挥洒着自己的青春。当时他还是一个想要屠龙的少年，没人知道数年之后他会化身一条贪财好色的恶龙。在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里，钟维顺也曾有过远大的抱负。他曾背着布包，光着脚走在金鼎镇的泥泞小路上，为了一户农家的生计奔波。那时候的他心里装的是百姓，眼里容不下沙子。但遗憾的是，他这颗赤子之心最终没能熬过权力的腐蚀。本着在其未谋其职的态度，年轻的钟维顺尽自己所能，以提高当地百姓的幸福感为己任，每天早出晚归，仿佛有着无限的精力。在他不懈的努力之下，金鼎镇的百姓对钟维顺也是赞不绝口。虽然有了民众的口碑，几年下来，钟维顺在基层岗位上依旧是止步不前。和他一起待着的同僚，许多都已经得到了升迁，甚至有些还没有他努力的，已经爬到了他的头上。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官场潜规则，像一把钝刀子，一下又一下地割着钟维顺的心。他开始怀疑自己坚持的清廉是否只是无意义的自我感动。看着同僚换了轿车，看着曾经不如自己的人在酒桌上被众人环绕，钟维顺心里的那杆天平慢慢失衡了。一开始，钟维顺并不在意这些，可是日子久了，心里难免有些不平衡。那些自己看不惯的人权势在握，自己一心为民却两袖清风，再加上一些不好的官场文化，钟维顺心里的阳光少年慢慢的死去了。但他不是个善于迎合他人的人，所以钟维顺只能通过埋头苦干，希望上头的领导能够注意到他。然而，这种隐忍并不是一种解脱，而是在内心深处积攒了更具破坏力的贪念。他对自己说，如果有一天我掌握了权力，我要把这些年失去的100倍、1000倍的拿回来。
就这样数十年如一日的忙碌，终于有这么一天，钟维顺迎来了一次重大的升迁，他成了一镇之长。1998年，49岁的钟维顺迎来了人生的巅峰时刻，他被任命为珠海市工商局局长，手里终于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权力。但这个时候的钟维顺已经40岁了，正值壮年，却永远失去了青春时的满心抱负。他变得贪婪而虚荣，并且一次次利用手中的权力，从此走上了一条无法回头的道路。当上领导之后，钟维顺的空闲时间变得更多了，手里的钱也宽绰了不少。手中的公章在他眼里不再是责任，而是提款机的钥匙。他开始出入各种私人会所，享受着那种被商人簇拥、被酒精麻痹的虚假尊荣。珠海与澳门仅仅一水之隔，这便利的地理位置成了钟维顺走向深渊的快速通道。博彩业极为发达的澳门很快就让钟维顺乐不思蜀，他借了一张身份证，便开始在赌场中流连而返。此时的他已经完全失去了名牌大学生的斯文，他学会了抽昂贵的雪茄，学会了如何在 VIP 包房里对着荷官大吼大叫。但他始终明白，自己这身官服在珠海是威风，在澳门却是风险。于是他开始频繁的变装，用化名穿梭在九龙和澳门的赌场间。循规蹈矩了几十年的钟维顺很容易就被刺激的赌博活动所吸引。他尤其钟爱老虎机，一坐在机子前头，屁股就像粘在了板凳上一样，能够乐此不疲地玩上一整天。钟维顺在老虎机上投入的金钱更是惊人，经常一挥手就买下成筐的游戏币，全部堆在游戏机前面，眼睛都不眨一下，一股脑全投了进去。赢了就兴奋地一拍大腿，笑得合不拢嘴，输了也只当是图个乐子，根本不在乎。他在赌桌上每次出手至少都是上万元，但他仅仅是个公职人员，他手头的钱根本不够花销。很快，一群嗅觉灵敏的商人们闻着味儿就围了上来，他们心照不宣地为钟局长提供源源不断的赌资，输了算他们的，赢了全是钟局长的。唯一的条件就是钟局长在审批执照发放等事情上行个方便。对于早已赌红了眼的钟维顺来说，这根本不是条件，而是福利。他彻底沦陷了。这些商人非常聪明，他们从不在珠海境内给钟维顺递红包，而是选择在澳门的赌场里玩起了高智商洗钱。比如某位老板会先在贵宾厅换好几百万的筹码，然后故意和钟维顺坐在一张桌子上，通过拙劣的赌技输给钟维顺，或者干脆将一整筐昂贵的筹码推到钟维顺面前，笑着说：“局长，这台机器手气好，您帮我玩两把。”钟维顺就在这种帮人玩的借口下，名正言顺地将赌资据为己有。甚至有一次，一位房产商为了求他在一个违规项目的审批上签字，直接在澳门帮他开了一个长期的豪华套房，并在房间的保险柜里放满了价值百万的筹码，任由他挥霍。钟维顺就在这种纸醉金迷的投喂中，彻底变成了商人们豢养的权力木偶。人一旦被贪婪蒙蔽了双眼，就很容易走上冒险的道路。钟维顺身为官员，为了搞到钱，他竟然明知故犯，和那些有求于他的商人勾结在一起。和他一样收受贿赂的还有他的妻子李秀琴。他妻子也是个贪得无厌的女人，丈夫在外面花天酒地，她就利用丈夫的影响力收受不法利益。那些求钟维顺办事的人如果没有门路，就会转而从李秀琴那里打听。当然求他办事的代价也不低，有人甚至给李秀琴买了一辆车才能满足她的欲望。李秀琴的生活作风甚至比钟维顺还要嚣张。在他们家里曾经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一位私营老板为了能拿到一个连锁经营的特许执照，多次拜访钟维顺未果。后来通过中间人牵线，老板提着重金敲开了李秀琴的家门。李秀琴当时正坐在沙发上修指甲，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只说了一句：“家里那辆旧车该换了。”老板心领神会，第二天一辆崭新的进口高级轿车就停在了钟家楼下，车钥匙被恭恭敬敬地放进了李秀琴的手心里。而钟维顺对此心知肚明，他不仅没有阻止，反而还开着这辆受贿来的车去上班。在他们两口子的眼里，这不叫受贿，这叫权力服务费。他们的日常生活极其奢靡，家里积攒的昂贵烟酒、珠宝首饰堆积如山，有些名牌包甚至连标签都没拆，就被丢在角落里吃灰。这对夫妻在权力的温床里过着一种与世隔绝、毫无廉耻的寄生生活。这对夫妻助纣为虐，钟维顺用手中的权力为他们大开后门，换来的是源源不断的钞票，这些钱又成为一笔笔赌资，飞往澳门的赌桌上。当时在珠海官场和商圈里流传着一个公开的秘密，
说钟局长是时间管理大师，他一个月有20多天要往返于珠海和澳门之间，经常是晚上在澳门的赌场里彻夜豪赌，第二天清晨再坐最早的船赶回珠海参加早会。每天清晨，当珠海市民开始一天的工作时，钟维顺正拖着疲惫且布满红血丝的双眼，从九州港码头踉跄走下。他会在车里迅速换上西装，强打精神走进局里，主持那些枯燥的会议。但每当会议进行到一半，他的心思早已飞到了昨晚没玩过瘾的那台老虎机上。甚至有一次，他在主持全市工商管理大会时，竟然在台上神情恍惚，顺口说出了赌场里的行话，引发了台下一阵窃窃私语。开完会，别人都在忙工作，他则在自己的局长办公室里关上门呼呼大睡，养精蓄锐。因为到了晚上，他的主场才刚刚开始。这种荒谬的双面人生已经预示了他覆灭的结局。向来赌色是不分家的，钟维顺也不能免俗。除了在赌桌上挥金如土，钟维顺的喜好美色也在他的圈子里是出了名的，并且在他升迁之前就已经染上了这一个恶习。那么钟维顺的好色又到什么程度呢？这就引出了民间送给他的那句顺口溜：钟局长日日忙，忙日日，白天澳门忙，晚上做新郎。在珠海的晚上，钟维顺则流连于珠海各大高档夜总会和洗脚城，成了名副其实的欢场达人。据统计，他任职期间有名有姓的情妇就高达47位。但钟维顺和别的好色贪官还不一样，他有一种极其扭曲和荒唐的用人观。在他眼里，这47个女人不仅是情欲的寄托，更是他编织的一张粉色权力网。他曾在酒后吐露真言：外人靠不住，只有我的女人们才跟我是一条心。为了这所谓的一条心，他把神圣的工商管理权变成了他私相授受的筹码。他自诩为伯乐，喜欢在风月场所里考察人才。这种所谓的考察往往发生在他的私人包间或酒店套房里，只要这些女子能让他舒心，他就能让这些女子在局里开心。有这么一回，他像平时一样跑到一家娱乐场所去找乐子。钟维顺在店里转悠了一圈，目光落在一位年轻姑娘身上就挪不动了。钟维顺觉得她长相俏丽，很符合自己的口味，当即就和她攀谈起来。女孩很是机灵，说话也很动听，很快就把钟维顺哄得开开心心的。一阵阵暧昧的交流过后，双方就达成了一次身体的交易。但一夜之后，这场交易还留有余地。钟维顺对这位小姐始终念念不忘，觉得她聪明又懂得来事，如果进入官场，必定能大有作为。当然了，更多的还是出于钟维顺自己的私心，把这个女孩安排在自己身边，更方便她享受美色，也满足了她的虚荣心。就这样，昨天还是按摩店里身份卑微的小姐，第二天就摇身一变成了单位的正式员工。知道内情的人没有一个不目瞪口呆的。这位按摩小姐转正之后，钟维顺竟然还堂而皇之地将她安排在局里的核心科室，负责一些重要的财务或档案工作。这位所谓的干部上班的第一天，竟然是踩着细高跟，穿着露背装，在那堆严谨的法律文书前涂指甲油。这种画面简直荒谬到了极点。而钟维顺却以此为乐，甚至在开会时还公开表扬他服务意识强。也许是这件事给钟维顺打开了一个新的思路，接下来他更是肆无忌惮了。有一次，他又在 KTV 里看中了2个陪酒女郎，左拥右抱，用尽了各种方法去哄骗引诱，甚至还把自己的身份给亮了出来。钟维顺当时就表态了，只要愿意跟着他，那好处可是多得很。这样一来，2个女孩子也就顺从了。享尽了其人之福的钟维顺倒也没有说话不算数。那时候他已经是工商局的局长了，要满足这2个陪酒女郎提出的要求，对他来说简直是易如反掌。易如反掌的是，很快就把他们安插在了事业单位，在他的一手提携之下，他们还获得了升迁，当上了干部。这样的事可多了，很多人就知道，只要把局长服侍好，自己也能捞到好处，甚至一官半职也不在话下。在这支20人的小姐干部队伍里，有几位极具标志性的狠角色。其中一位姓张的女子，原本只是夜总会的领班，在被钟维顺提拔后，竟然在局里充当起了2号局长。她在局里横行霸道，不仅公然违抗副局长的命令，甚至还把他的亲友也一起安排进局里负责后勤。还有一位姓王的干部，因为长相甜美，深得钟宠爱，他竟然敢在局长办公室里和钟维顺吵架，原因只是钟维顺少给他买了一个限量版皮包。这些荒唐事在局里几乎是公开的秘密，
正规考进来的大学生们只能躲在角落里偷偷流泪，叹息自己寒窗苦读10年，竟不如欢场女子的一夜温存。这么一来呀，整个单位自然是被搞得乌烟瘴气，怨气载道。但是因为钟维顺是工商局的局长，权力在握，根本就没有人敢得罪他。他甚至还利用下属不敢拒绝他的心理，将黑手伸向了自己的女下属。一些颇有姿色的女性下属几乎都被他染指过。在这样的歪风邪气之下，有不少的女下属是主动向钟维顺献媚的。在他任职期间，珠海工商局流传着一个极其丑陋的潜规则，想升职先过局长床。有些正直的女干部为了躲避他的骚扰，不得不申请调离，甚至有人为此抑郁成疾。钟维顺却不以为耻，反而认为这是他作为权力霸主的魅力体现。他把这47名情妇中的尖子生分散在各个分局，通过他们来监控其他干部，构建了一个极其严密的后宫监控网。事情败露之后，经过一番统计才了解，居然有47名女性与钟维顺保持着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这些人里面的大部分都在机关单位担任职员或干部。俗话说得好，上帝让他灭亡，必先让其疯狂。钟维顺的无法无天，终究没能瞒天过海一辈子。时间来到2001年，他就因贪污受贿超过200万元，非法牟利超过3000万元而落马。站在法庭上，往日意气风发的局长终于露出了颓态。他51岁，却在声色犬马的生活中消耗了大部分精力。失去权力的加成，他只不过是个再普通不过的阿伯了。当他的罪状被一条条罗列下来时，钟维顺还是挣扎了一下。他矢口否认这些罪名，并且拿自己早就破产的信誉做担保。只是面对铁证，他的狡辩显得那么苍白无力，法官也没有被他的可怜所打动。一锤定音，这场官场笑话最终以钟维顺被判处15年的有期徒刑告终。在监狱服刑的那几年里，钟维顺表现得相当积极，他的讨巧卖乖并非完全没用，至少为他减掉了将近7年的刑期。也就是说，他只在监狱里蹲了8年就刑满释放了。本以为经过这次教训之后，钟维顺会老老实实重新做人，但事实证明，这狗是改不了吃屎的。虽然钟维顺无法再重返官场，但依然有着不小的影响力跟人脉。利用这个关系，他很快就入职了一家旅行社。这是一家黑心的旅行社，赚钱的手段不太光彩。也正是这样，在里面当顾问，来钱很快。钟维顺在这家旅行社里的角色非常微妙，他不需要亲自带团，也不需要管理业务。他真正的价值在于他脑子里那一套对抗监管的灰色逻辑。他教导老板如何将3无产品包装成特区专供，如何通过设立多重账目来躲避税务和工商检查。他甚至还对老板吹嘘，我在这个系统待了一辈子，哪条路通，哪棵树下有坑，我比现任局长都清楚。他那种对权力的病态迷恋，即便是在失去公职后，依然通过这种为虎作伥的方式在延续。钟维顺的加入就是助纣为虐，他为老板出谋划策，又提供了不少赚黑心钱的点子，比如销售一些3无产品。作为曾经的工商局局长，他不是不知道这已经触犯了法律，但是又如何呢？只要能赚钱，做什么不都一样吗？更何况更过分的是，他也是信手拈来。就这3年，钟维顺在旅行社的不当牟利便达到了惊人的652万。当顾客发现自己受骗之后，索赔无门，只能愤怒地报警。被这个旅行社欺骗的消费者人数众多，金额巨大，很快就引起了当地部门的注意。钟维顺这个时候还死性不改，在得知有关部门要来查处旅行社之后，他觉得这又是个赚钱的好机会，便找到老板将这个消息透露给了他，还一拍胸脯地说，以他曾经的影响力，解决这个危机很容易，只要好处到位了，什么都好办。他甚至还带着老板去拜访他当年的那些老部下，试图利用当年的提拔之恩来施加压力。可惜时代变了，法网也更密了。那些曾经对他唯唯诺诺的人，要么已经退休，要么早已看清了他的真面目。钟维顺这种余威不再却强撑门面的样子，最后成了整个珠海法律圈的笑柄。当然了，这一切只是他目空自大罢了。办案人员一进门就查封了旅行社，连钟维顺这个老熟人也没有放过。而这个昔日的工商局局长连老脸都舍下了，也没能向老板保证的那样救旅行社一命。而他本人也因为非法盈利再次被抓捕。这个时候的钟维顺已经年过60了，他的一生有过积极进取，也享受过荣华富贵，最后却一次又一次地沦为狱中囚徒。
如果他能够保持初心，抵挡住心中的恶龙，那么今天会不会是另一番光景呢？钟维顺的悲剧是欲望失控的悲剧。他曾是时代的宠儿，名校的光环，特区的红利，权力的厚望，本可以让他成就一番事业，但他却在色赌财三个漩涡中彻底丧失了自我。他把神圣的公权当成私人提款机，把严肃的机关当成荒唐的演练场。这种对法治精神的公然挑衅，注定了他即便出狱，也终将再次跌入深渊。这个案例也在警示每一个手握权力的人，权力是借来的火，如果不慎用，它最终烧掉的不仅仅是前途，更是做人的根基。好啦，本期内容到这里也就讲完了，我是微笑，感谢你的观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